90年代中期，電子遊戲世界正經歷着翻天覆地的變革，2D 遊戲的輝煌漸漸退卻，3D 多邊形的時代悄然來臨。那時的 3D 遊戲雖然粗糙簡陋，卻處處閃耀着理想主義的光芒。開發者們用有限的多邊形構築着無限的想象。有意思的是，正是硬件性能的局限，反而激發了創意的火花。用理想定義未來，這不僅是口號，更是那個時代遊戲人最真實的寫照。作為街機和主機市場的先鋒，世嘉此時正站在时代的轉折點上。他們懷抱着技術理想主義，全力投入這場次時代主機大戰，試圖用創新引領未來。1994年，世嘉推出了次时代32位主機土星，在硝煙彌漫的主機競爭中驚豔亮相。這台機器凝聚了世嘉工程師的全部野心，雙 CPU、多處理器的複雜架構，只為再現街機級別的華麗畫面，讓玩家在家就能體驗到前所未有的精彩遊戲世界。然而，理想很豐滿，現實卻很骨感。與索尼的新晉對手 PlayStation 相比，土星複雜的設計既超前又冒險。在2台主機正式開始角逐前，沒人相信曾引領16位時代的世嘉會輕易認輸。於是，胸懷理想的世嘉集結了內部最具創造力的一批團隊，為土星打造獨佔佳作，希望用優秀的遊戲內容證明這台主機的價值。就在這些團隊中，有一個新成立的開發小組，注定要在遊戲歷史上留下獨特的身影。他們創造了一段轉瞬即逝卻無比耀眼的輝煌時刻。伴隨着一聲悠遠的龍吟，藍色飛龍振翅高飛，劃破了世嘉土星短暫卻又璀璨的天空。1994年年中，在世嘉內部，一支全新的開發小組悄悄組建，代號為仙女座。這個名字取自遙遠星系，仿佛預示着他們要突破遊戲開發的邊界。一群年輕的開發者匯聚於此，領軍的竟是個年僅23歲的新人二木信生。那時候的二木信生雖然進入世嘉才2年，但他卻懷抱着令人驚嘆的創新想法。仙女座小組與世嘉土星可以說同期誕生，他們的使命很明確，就是為這台新主機打造獨佔原創作品，彌補第三方支持的不足。為了面對遊戲市場群狼環伺的挑戰，世嘉決定自力更生，甚至連輕版射擊這類遊戲都要親自操刀。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，仙女座小組開始了他們的處女座創作之旅。這支年輕的團隊洋溢着純粹的理想主義熱情，沒有前作的束缚，沒有市場調研的桎梏，只有對遊戲未來最純粹的想象和熱愛。1995年3月10日，仙女座小組的首部作品《鐵甲飛龍》在土星主機上市後不久，在日本首發。作為土星遊戲陣容中少有的原創 IP， 這款飛龍射擊遊戲在當時可謂獨樹一幟。遊戲媒體記者們在試玩該作後瞬間被征服，紛紛稱讚其革新的劇情和令人驚嘆的視覺效果。鐵甲飛龍將玩家帶入了一個荒涼而唯美的奇幻世界。在360度全景視角中，玩家騎乘飛龍翱翔天際，射擊四面八方來襲的敵人。這種全方位的 3D 射擊體驗在當年極為罕見，讓玩家仿佛踏入了前所未有的未來次元。同年5月，鐵甲飛龍登陸北美市場，同樣好評如潮，成為土星主機早期最受矚目的遊戲之一。可惜的是，這款遊戲最後沒能在商業上完全達到世嘉高層的高預期。即便如此，也並不妨礙鐵甲飛龍充分證明了仙女座小組的巨大潛力和價值。在土星上市後的一段時期，平台佳作匱乏，在這個空窗期中，這頭藍色飛龍成為了點燃玩家熱情的火種，為世嘉贏得了寶貴的口碑。作為初創開發小組的首部作品，鐵甲飛龍無疑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首作發售之後，仙女座小組立即着手豐富鐵甲飛龍這個新生 IP。1996年，他們推出續作《鐵甲飛龍2》，在延續飛龍射擊核心玩法的同時，加入了關卡分支路線、可進化的幼龍等元素，將遊戲性提升到了全新高度。續作在土星平台上充分體現了 3D 性能，後來被玩家譽為世嘉土星時代 3D 機能最精彩的展現之一。隨着經驗積累，團隊的理想也越發宏大，他們決定跳出純射擊遊戲的框架，挑戰當時最龐大的 RPG 遊戲類型。在完成鐵甲飛龍初代後，仙女座小組兵分2路，
一支小團隊繼續負責《鐵甲飛龍2》的開發，另一支約3神規模的主力團隊則全力開發代號為 Azael 的新項目。這是一個以飛龍為主題的 3D 角色扮演遊戲，這個遊戲後來成為了傳奇之作。這就是1998年問世的《鐵甲飛龍 RPG》。《鐵甲飛龍 RPG》的開發過程可以說是90年代遊戲人理想主義的極致體現，也成為了仙女座小組命運的轉折點。這部作品開發耗時近3年，制作規模和難度遠超團隊成員以往接觸過的任何項目。世嘉對其寄予了厚望，不惜投入巨大資源，邀請知名聲優陣容為遊戲配音，並請來為迪士尼動畫配唱的歌手演繹主題曲，還嘗試了當時遊戲開發罕見的動作捕捉技術，以及在遊戲中大量使用了預渲染 CG 動畫來呈現電影級效果。4張遊戲 CD 光碟的容量承載了宏大的劇情和影像，這無疑是土星平台最具雄心的作品之一。面對如此挑戰，團隊夜以继日的工作，試圖攻克 RPG 開發經驗不足和硬件機能限制的雙重難關。他們不僅要讓系列首次實現全 3D 探索的 RPG 玩法，還要讓更擅長 2D 遊戲的土星硬件平台流暢呈現廣袤的遊戲世界。在這種極端壓力下，團隊內部氣氛變得緊張，意見分歧、技術瓶頸、進度壓力交織在一起，開發過程一度異常艱苦。導演二木信生為了推動項目進展，不得不從平易近人的好好先生轉變為嚴格苛刻的壞老闆，甚至還因此和一些堅持創作自由的老成員產生裂痕。更令人惋惜的是，高強度的開發工作最終釀成悲劇。據傳，2位團隊成員在遊戲完成前後相繼離世，一位因長期加班疲憊，在摩托車事故中喪生。二木新生後來哀痛地表示，這與過度勞累有直接關係。另一位則疑似因工作壓力選擇了輕生。連續的打擊讓整個團隊籠罩在悲痛和自責之中，為這段遊戲創作過程添上了最沉重的一筆。1998年年初，《鐵甲飛龍 RPG》終於在土星主機的生命末期上市。它幾乎耗盡了仙女座小組的全部心血，卻未能等來世嘉土星主機的涅槃重生。當遊戲在北美上市時，各種因素下僅準備了2萬套。遺憾的是，土星主機的黯然退場已成定局。儘管《鐵甲飛龍 RPG》這個遊戲獲得了殿堂級的殊榮，但是這部優秀作品卻在發行稀少和市場環境的雙重疊加作用下，很少有玩家在當時能真正體驗到其獨特魅力。遊戲本身的命運就像遊戲中所描繪的末世傳奇一樣，令人唏噓不已。鐵甲飛龍 RPG 遊戲發售後不久，曾伴隨土星誕生的仙女座小組在完成3部曲之後也隨之解散，小組成員被分流。有人說這是公司戰略調整的結果，但了解內情的人都明白，那2位逝去成員的陰影始終籠罩着每一個人。仙女座小組的生命週期與世嘉土星近乎重合，它因土星而生，隨土星而榮，也伴着土星的落幕而消失。這個僅存在4年多的團隊留下了3款驚世之作，卻也付出了太過沉重的代價。正如某位遊戲評論員所說，仙女座小組就像劃過夜空的流星，其光芒璀璨短暫，卻永遠鐫刻在了遊戲史的星圖上。初代鐵甲飛龍最讓人難忘的就是它構建的那個獨特遊戲美學。遊戲將背景設定在了一個末世奇幻大陸，玩家扮演的少年騎手馴服神秘的藍色飛龍，在蒼涼而壯麗的天空中自由翱翔。荒原、遺跡、巨型飛空戰艦，一幕幕景象散發着濃郁的後啟示錄風格，既蒼涼又奇麗。但真正讓人驚嘆的是那個突破性的360度全景視角，玩家可以自由環顧四周，隨時在各個方向上擊潰來犯之敵。在90年代中實現如此自由的 3D 視角，簡直是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但這恰恰體現了團隊的技術理想主義，他們堅信 3D 就是未来，於是硬是讓土星這台不適合 3D 的主機展翅高飛了一次。憑借驚人的開發技巧，仙女座小組成功在土星上打造出流暢而廣闊的 3D 世界，讓玩家首次體驗到自由翱翔的快感。當時的媒體盛讚這款遊戲在 3D 時代的黎明階段就實現了令人印象深刻的360度視角。這不僅是技術上的突破，更是一場理想主義的豪賭，而事實證明他們賭對了。
如果說技術突破為鐵甲飛龍插上了翅膀，那麼獨特的藝術設計就是它的靈魂所在。這個世界的視覺風格絕非傳統奇幻的套路，而是巧妙融合了科幻與幻想的精髓，營造出獨一無二的異星氛圍。制作人二木新生的靈感來源相當多元，從弗蘭克·赫伯特的《沙丘》到疯狂的麥克斯，從宮崎駿的《風之谷》到法國動畫《神秘城市》，再到法國漫畫大師莫比斯的《阿扎克》和《不可思議的城市》。這些豐富的靈感在鐵甲飛龍的世界中完美融合，創造出了一個既陌生又熟悉的廢土世界。如果你仔細看，天空中盤旋的並非傳統神話中的真龍，而是一種人造的生物兵器。地面上散落的遠古遺跡，散發着高科技的寂寞氣息，默默訴說着曾經輝煌的文明。開發團隊有意顛覆玩家對龍和幻想世界的固有認知。正如美術設計師南木學坦言，這些所謂的龍其實只是這個世界裡的生物兵器，它們和傳統觀念裡的龍並無關聯。我一直喜歡打破人們先入為主的觀念。為了進一步增強這個異世界的沉浸感，仙女座小組甚至創造了一套完整的虛構語言。從初代到二代續作，再到後來的鐵甲飛龍 Orda， 角色對白全部使用一種被粉絲稱為 Panzerese 的古代語言。這種並非現實中的語言，只為遊戲服務。這種做法在當時的遊戲創作中是極為罕見的。據說這種語言是開發团隊參考古希臘語、拉丁語等元素拼合而成。雖然沒有完整的文法體系，但聽起來古老而神秘。在初代和二代中，过场动畫的對話完全用這種語言配音，只輔以少量字幕，讓玩家仿佛真正置身於一個完全陌生的文明之中。即使在鐵甲飛龍 RPG 中，一部分對話改用日語配音，這套虛構語言仍在關鍵場景出現，為劇情增添了獨特的神秘感和史詩氛圍。有趣的是，玩家雖然聽不懂角色在說什麼，但反而因此對劇情發展更加好奇。這種留白式的敘事手法，配合遊戲中隨處可見的遠古遺跡和絕美荒涼的風景，讓鐵甲飛龍的世界觀既宏大又朦朧，就像一篇未完的史詩，邀請玩家用自己的想象去填補整個文明的興衰歷程。不過，真正讓這個世界火起來的是它的音樂。遊戲中巧妙融合交響樂與電子合成音色，營造出蒼茫悠遠的氛圍。比如開場曲採用現場管弦樂錄製，宏大的旋律仿佛在玩家面前展開一幅壯麗的史詩畫卷。更值得一提的是制作人二木信生的創作理念，他以電影導演的思維來打造遊戲配樂，堅持在關卡制作完成後再根據畫面和節奏譜寫配樂。這種先畫面後配樂的做法在當時相當前衛，卻極大地增強了視聽同步的衝擊力。當飛龍振翅高飛時，音樂節奏隨之高漲；當天空中風起雲湧，配樂也同步轉為激昂澎湃，讓玩家與遊戲產生奇妙的情感共鳴。而到了鐵甲飛龍 RPG， 遊戲音樂的接力棒交到了一位才華橫溢的女作曲家小林早知的手中。她與南波真理子共同譜寫了鐵甲飛龍 RPG 中厚重而細膩的配樂，並在後來的 Xbox 續作鐵甲飛龍 Orda 中繼續擔綱主要作曲。小林早知為系列音樂注入了全新的風格，他擅長將民族風情元素與電子管弦樂相結合，創造出獨特的音樂質感。據他回憶，在為鐵甲飛龍作曲時，他刻意融合管弦樂的宏大與電子樂的神秘感，希望營造超現實的奇幻氛圍。樂評人將這種風格形容為異世界的原聲音樂，既有遠古不足的古典和吟唱，又有未來科技感的電子律動。比如鐵甲飛龍 RPG 的戰鬥配樂，前一刻還是空靈的豎琴和女聲吟唱，轉瞬間就融入強勁的合成器節拍，仿佛讓古老傳說與未來幻想在耳畔交織。小林早知的音樂為鐵甲飛龍的世界增添了深刻的情感維度，在轟鳴的炮火和激烈的戰鬥之外，音樂默默訴說着文明的興衰和大地的哀愁，讓玩家在潛意識中感受到這個世界的厚重歷史與無盡憂傷。雖然當年很少人注意到遊戲音樂背後的創作者，但隨着時間推移，小林早知的配樂逐漸獲得應有的認可。他甚至在紀念鐵甲飛龍 RPG 遊戲20周年時發行了原聲改編專輯，重新演繹當年的經典旋律。這些音樂早已超越遊戲本身，成為一代玩家共同的記憶烙印。回望鐵甲飛龍系列，它堪稱世嘉在藝術和技術領域最理想主義的一次實踐。
開發者們用超前的技術手段，在性能有限的硬件上實現了超出常規的游戏體驗。同时，他們倾注全部熱情，構建了一個有溫度、有深度的幻想世界。從視覺、聽覺到世界觀設定都獨樹一幟。技術的理想給了它翱翔的翅膀，藝術的理想則賦予了它不朽的靈魂。這頭飛龍承載的不僅是一個遊戲系列的成敗得失，更是那個年代遊戲人敢於追夢的縮影。當我們今天再次回望，依然會被其中洋溢的創造力與美感深深打動，因為那是一個用理想定義未來的時代，而鐵甲飛龍就是那個時代留給我們最珍貴的遊戲文化遺產。1994年，土星這台寄托着世嘉硬核理念的32位主機橫空出世，採用了雙 CPU 架構和總數多達8顆處理器的設計，只為再現街機級別的華麗畫面。然而，正是這種過於複雜的設計，讓第三方開發者望而卻步，也為他日後在與 PS 主機大戰中敗北埋下了伏筆。世嘉土星這台承載着無數期待的主機，最終卻成為了世嘉在主機市場上最孤獨的身影。它的失敗不是因為沒有野心，個人認為恰恰是因為野心太大而迷失了方向。土星原本以2D 圖形見長，硬件設計的初衷是延續世嘉在街機2D 遊戲上的傳統優勢。然而在研發中期， 3D 時代的浪潮突然席捲到來，擅長 3D 圖形處理的索尼 PS 也宣布加入戰局，這些因素擾亂了世嘉的心。為了不被甩在後面，世嘉緊急為土星追加了第2顆圖形處理芯片，組成了雙 GPU 架構，試圖讓這顆新加入的芯片與原本主打2D 的芯片協同工作。結果呢，土星內部的硬件結構變得異常複雜，2顆主 CPU 加上圖形、聲效等共8個處理器需要並行協作。這種設計在紙面性能上確實強悍，理論上能同時處理大量計算任務，但在實際開發中，要讓2顆獨立的 GPU 協調渲染圖形，就像讓一台電腦同時裝上2塊各司其職卻互不兼容的顯卡。開發者需要投入成倍的精力去鑽研土星的底層機理，才能充分發揮其機能。如果說 PlayStation 像一架順風而行的飛機，那麼世嘉土星就更像一頭桀驁不馴的怪獸，需要馴龍高手般的開發者才能駕馭。更糟糕的是，世嘉在對待第三方合作上也犯了致命的戰略失誤。當年索尼為了推廣 PS， 積極支援第三方廠商，提供易用的開發工具和全方位的技術支持，培育了龐大的遊戲陣容。反觀世嘉，一方面自身技術文檔不夠完善，另一方面对外界保密過多，許多開發商抱怨拿到土星的開發機後根本無從下手。世嘉沒有及時分享開發竅門和經驗，甚至連一些內部團隊摸索出的性能優化技巧都沒有對外公開，這導致了一個惡性循環。除了世嘉自家和少數熟悉硬件的廠商外，大量第三方開發者都無法輕鬆地在土星上開發高品質的 3D 遊戲，於是紛紛轉向更友好的 PS 平台。軟件陣容的貧乏進一步削弱了土星的市場競爭力。儘管在日本本土憑借 VR 戰士等熱門遊戲，土星一度取得了不錯的銷量，甚至在上市第1年與 PS 打得難分難解，但這樣的場景轉瞬即逝。隨着《最終幻想7》等現象級大作在索尼主機平台上接連出現，土星的頹勢再也無法挽回。歐美市場的情況更是雪上加霜。1995年E3大展上，世嘉突然宣布土星提前發售，而讓零售商措手不及。再加上土星主機定價偏高，而索尼 PS 又以低價策略進入市場，這些因素瞬間將世嘉的聲勢和銷量擊潰。可以說，土星在北美市場尚未起跑就已經落後。當 PlayStation 在全球範圍內攻城略地時，土星卻陷入了曲高和寡的境地，顯得孤立無援。但世嘉土星的命運不僅僅體現在商業上的落寞，更體現在那些被遺忘的技術成就上。許多土星佳作為了突破硬件局限而付出了艱辛努力，創造了不小的成就，最後卻因為主機平台的問題而鮮為人知。最典型的就是仙女座小組的鐵甲飛龍 RPG， 這款遊戲幾乎榨乾了土星的每一分機能。遊戲不光有着全史詩 3D 構建的大世界，更輔以長達90分鐘的全動畫過程。就在這麼一台不適合 3D 的主機平台上，實現了如此多的突破。仙女座小組的工程師們可以說技藝超群，近乎於奇蹟了。生不逢時這個詞用來描述鐵甲飛龍 RPG 這款遊戲再恰當不過了。遊戲發售時，土星已進入生命倒計時，
而那個時候世嘉戰略重心已逐步轉向 DC 平台。鐵甲飛龍 RPG 和光明力量3三部曲、格蘭蒂亞、銀河英雄傳說等優秀作品的命運相同，都是因為主機平台的問題而沒有得到太多的關注。歷史總是由勝利者書寫，後來的人們談起第5世代主機時，往往只記得 PS 的一騎絕塵和 N64 的堅持，卻忽略了土星曾經的價值。這種被遺忘的感受，正是世嘉土星留給忠實玩家最難釋懷的部分。對於那些親歷其興衰的玩家來說，土星承載着一種世嘉的榮譽，它曾以不惜代價的理想主義點亮過遊戲業的天空。即便最終敗下陣來，那段堅持創新的歲月依然值得銘記。鐵甲飛龍 RPG 就像留在戰場上的最後一名戰士，孤身見證着王朝的落幕。有評論家感慨，土星就像一座被遺忘的孤島，其上的珍寶只有少數探險者知曉。世嘉土星雖然黯然退場，但鐵甲飛龍系列卻從未真正消失。相反，那頭飛龍在玩家心中刻下的印記，隨着歲月流轉而愈發深刻，成為了世嘉理想主義精神的活化石。仙女座小組解散後，部分核心成員選擇留在公司內部，帶着對飛龍未尽的熱愛與抱負，在新的團隊中繼續追尋夢想。雖然在 DC 時期這個 IP 沒有新作，但隨着2002年世嘉退出主機硬件市場，轉型為第三方遊戲廠商時，原仙女座小組的成員們匯入世嘉旗下的微笑比特工作室，在微軟 Xbox 平台上讓鐵甲飛龍重獲了新生。他們帶來的鐵甲飛龍 Order 是該系列時隔多年後的正統續作，也是藍色飛龍首次出現在非世嘉主機上。雖然制作團隊換了名字，但仙女座小組的精神血脈在其中清晰可辨。熟悉的飞龍，震撼的360度視角射擊，那個奇幻而荒涼的世界，這一切都是在更強大的硬件上煥發出的新的光彩。儘管物是人非，但當年的感覺真的又回來了。鐵甲飛龍 Order 上市後廣受好評，被公認很好的延續了系列特色，讓新一代玩家也能領略到在遊戲中翱翔天際的獨特魅力。更令人感動的是，在日本發行的版本中還貼心收錄了初代鐵甲飛龍的移植版，讓錯過土星時代的玩家有機會補上這一票。藍色飛龍的再次騰飛，證明了這個系列頑強的生命力，只要還有舞台，它就能展翅高飛。然而Order之後，鐵甲飛龍又再度陷入了沉寂。隨着遊戲也進入高清畫質時代，世嘉的戰略重心轉移，那些小眾而富有藝術性的 IP 逐漸淡出主流視野。直到2010年，懷舊風潮興起，玩家社群中關於鐵甲飛龍的討論才重新又活躍了起來。這時，很多遊戲懷舊者才突然發現，傳說中的鐵甲飛龍 RPG 因為發行稀少，再加上從未重製，已成為高價值收藏品之一。拍賣市场上，它經常被炒到上千美元，全新未拆封的甚至高達2500美元。鐵甲飛龍 RPG 的稀有與卓越品質，使其在玩家間獲得了近乎於神話的地位。似乎沒玩過它，仿佛就不能說自己見識過 RPG 遊戲藝術的頂峰。許多老玩家在回憶鐵甲飛龍 RPG 時，都會提到遊戲中彌漫的那種失落感和不可得性，就像遊戲裡殘存的文明一樣。這部作品本身也成為了遺落在時間長河中的古代遺跡，等待着後人重新去發掘。面對復古玩家日益強烈的呼聲，關於鐵甲飛龍復活的消息開始不絕於耳。最引人注目的是來自於一位系列鐵桿粉絲，這位粉絲同時也是遊戲業界人士，他叫渡邊晴人。他創立的獨立遊戲團隊野人，在2020年系列25周年時，宣布了鐵甲飛龍航行記錄計劃，準備將系列前3部遊戲的經典關卡重置為沉浸式的 VR 體驗。消息一出，無數老玩家為之沸騰。如果能夠親身在 VR 設備中騎龍飛翔，這簡直是夢想成真般的體驗。世嘉方面也給予了開發許可，而項目也一度順利推進。然而，理想再次遭遇了現實的波折。2021年10月，航行記錄項目的官方推特突然發布聲明，稱因制作人渡邊晴人去世，世嘉終止合約，遊戲開發終止。這條消息震驚了整個粉絲圈，但隨即有渡邊的友人和同事站出來澄清，渡邊本人平安無事，推特賬號是被黑客入侵並發布了不實消息。儘管是場烏龍，但此事還是給項目蒙上了陰影。此後團隊也沒有明確說明項目是否已經終止開發，但官方一直未公開最新進展信息。玩家們心中的 VR 飛龍夢似乎又一次擱淺在了現實的淺灘上。
相比之下，另一條復活之路則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果。波蘭的永和娛樂公司於2018年宣布，將與世嘉合作重製初代鐵甲飛龍和鐵甲飛龍2。經過精心開發，2020年3月，鐵甲飛龍重製版率先在任天堂 Switch 平台上推出，隨後登陸 PC、PS4、Xbox 等平台。這款由永恒娛樂旗下美嘉像素工作室開發的重製版，在保留原作精髓的基礎上，全面提升了畫質，優化了操作，以符合現代玩家的習慣。特別令人感動的是，原系列作曲小林早知也受邀參與重製版配樂，將當年的經典旋律用現代音源重新編曲，為老玩家獻上了一份深情的情懷大禮。重製版推出後，玩家評價褒貶不一，許多評論稱讚其忠實還原了原作關卡和氛圍，也有人批評重製版存在操作手感欠佳、bug 較多、額外內容不足等問題。不過，開發團隊展現出了極大的誠意，通過後續補丁不斷改善遊戲體驗，並加入了潘多拉之盒模式等新要素，讓重製版日趨完善。最重要的是，重製版在銷量上超出了官方預期，為久違的鐵甲飛龍 IP 重新打開了大眾市場的大門。對於系列忠實玩家來說，能夠在現代平台重溫這段傳奇，無疑是一種莫大的幸福。除了這些官方動作，系列的精神血脈也在其他作品中延續流傳。曾主導鐵甲飛龍系列的二木信生，離開世嘉後，在日本微軟參與制作了《飛鴻龍》。這款作品被視為鐵甲飛龍的精神續作，同樣的飛龍射擊玩法，不同的世界觀，算是對昔日作品的一次深情致敬。時光荏苒，無論是遊戲主機還是創造他們的人，都難逃興衰沉浮的自然規律。世嘉土星的傳奇與鐵甲飛龍的故事，早已被封存在上世紀90年代的記憶相冊裡。如今回首望去，那段歷史仿佛來自另一個時空，卻依然能在我們心中激起陣陣漣漪。這段鐵甲飛龍的遊戲故事之所以如此動人，不僅因為其中的輝煌和遺憾，更因為那裡燃燒着炙熱的理想之火。那是那個遊戲時代獨有的浪漫，廠商敢於押上全部賭注去探索未知，開發者願意用青春和熱情交築心中所愛，即使前路荊棘密布，也絕不回頭。鐵甲飛龍系列就是這份浪漫主義的完美結晶。它誕生於技術理想主義的執着，又淹沒在商業現實的洪流中。就像黃昏天際的那頭藍色飛龍，只在天空中閃現了短暫一瞬間，但它留下的剪影卻讓整片天空都為之染上夢幻的顏色。也許有人會有疑問，一台失敗的主機，幾款冷門的遊戲，有什麼值得念念不忘？答案就在這裡。有些遊戲的價值從來不需要用銷量來衡量，有些理想永遠不會因成敗而褪色。世嘉土星的硬件架構確實是商業上的反面教材，但卻是工程師們勇於挑戰極限的證明。鐵甲飛龍系列銷量或許不盡如人意，卻為後世的遊戲創作提供了無價的藝術範本。它們的存在很好地證明，遊戲不僅僅是商品，更可以是藝術，是文化，是夢想。正因為歷史上曾有過那些不計代價追求理想的勇敢嘗試，整個遊戲產業才能在商業與創意之間找到那個微妙的平衡點，不斷向前發展。今天，當我們再次談論起鐵甲飛龍和世嘉土星，心中湧起的不只是懷舊，更有深深的敬意。我們敬佩那個時代人們的敢想敢為，敬佩作品中所展現的創新精神。那些理想主義者就像用火柴點亮了一小片天空，雖然火焰終將熄滅，但餘燼仍在黑暗中閃爍着微光。也許在不久之後的某一天，藍色飛龍會再次展翅，帶着全新的理想翱翔於天際。但無論未來如何，它昔日劃過天幕的那一瞬，將永遠烙印在玩家的記憶中，化作溫暖的亮光。如果你靜心聆聽，風中似乎還回盪着低沉的龍吟，那是理想未泯的低語，是時光深處的回響。在這個快節奏、重現實的遊戲時代，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珍視那些曾經以夢想為翅膀的創作者。正是因為他們讓遊戲的歷史如此豐富多彩、動人心弦，也正是他們讓我們堅信，遊戲從來不只是娛樂，更是情感與理想的傳承。如果你也曾在某個深夜想起那頭翱翔的藍色飛龍，如果你也願意守護這份即將被時間淹沒的理想，那麼請跟隨時空像素典藏館的腳步，我們一起記錄下那些不該被遺忘的夢想。感謝大家的耐心觀看，我們下期再見。